大家好，今天我们要透过 Niagos 来学习 Lua 程式语言。首先就是在进入 Niagos 的时候，透过 cfonts 这一个指令来产生一个 MOTD， 也就是 Message of the Day。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cfonts 执行的效果。首先我们先启动 Niagos， 在进入 Niagos 的时候，就会透过 cfonts 来呈现出画面上面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讯息的。目前是显示出现在的时间。来看一下要怎么来开始这一个 Lua 程式的撰写。自从 Rust 这一个程式语言推出了以后，有大量的命令行的命令已经都使用 Rust 来重新改写了。为了能够更方便的来执行这些 Rust 的命令行工具，所以我们最好是先来安装 Rust 的环境。Rust 的环境安装好以后，所有可以查询到的 Rust 的程式，如果有 Windows 相容的功能的话，就可以透过 Rust 的环境来直接做安装。所以首先我们先来安装 Rust 的整个开发环境。其实它的开发环境很容易就可以安装起来了，请各位按照我下面讲的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执行，就可以顺利的安装起来了。首先就是透过我提供的这个网址，直接下载 rustapp-init.exe， 下载好这个安装档以后，直接执行，依照它的指示一步一步来使用预设值，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安装起来了。安装好以后，最好重新启动电脑，让所有的安装能够生效。预设的 Rust 的执行程式会放在你的 Home 的资料夹下面点 Cargo 里面。先来切换到这个资料夹来看一下，在 Home 里面会有一个点 Cargo 这个资料夹，这个资料夹里面会有两个子资料夹，一个就是 bin， 这个 bin 里面放的就是要安装的执行档。那所有其他相关需要下载的东西会放在 Registry 这个资料夹里面。先进入 bin 来看一下。有没有我们要使用的cfonts？我已经有了，我们直接把它给移除掉。接着再来执行整个的安装程序，输入 cargo install， 然后你的要执行的工具的名称，像我们是用cfonts， 因此就直接使用 cargo install cfonts 就可以把它给安装起来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是不是已经安装好了。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指令已经安装好了。先来做一下第一次的测试。cfonts要看一下它的说明，就是 cfonts-h。太多了，把它给 pipe 到 more 里面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的说明，可以看到它最简单的就是 cfonts 后面加上要显示的字串，这个字串用双引号把它夹起来，后面就是一些参数。参数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 dash colors， 这边可以指定黑色、红色、绿色、黄色等等这一些颜色。我们就来试一下 cfonts hello dash colors， 我们用红色逗点 green。各位就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hello 字样出现了，或者是我们可以使用 gradient， 就是渐层，它就有不同样式的呈现。今天要撰写的测试脚本，就是要随机的去取得颜色，然后使用cfonts把它所有可以使用的外观都给呈现出来。我已经撰写好了，我们先看一下执行的样子。产生的这个命令叫做 test1。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是把所有cfonts提供的样式都呈现出来，颜色是随机用 random 函数随机取出来。像它这个第一个 block 就是它预设的样式，后面这个是 simple block， 然后接着是 simple， 那这个是 3D， 所以它有不同的这些样式可以来使用，我们就可以从中来挑一个自己想要用的，来当做你进入的 MOTD。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要怎么来撰写。首先就是进入你的 Niagos 安装资料夹，我是安装在C冒号的 UTIL 资料夹里面，主要的目录是 Niagos， 所有的脚本都是放在 Niagos.d 这个资料夹里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资料夹里面来新增一个麦底线 test.lua。首先我先到上一层进入 VS Code，
在这个 Niagos.d 资料夹这边，点击上面的加号来新增档案，新增的档案就是这个 my 底线 test.root 啊，我就不重新执行这个建立档案的步骤了，直接进来这个 my 底线 test.root 啊。那首先你就可以把我们要使用到的这一些细缝值的参数给复制进来。root 啊的区块注解是用减号减号，然后后面再接2个中括号开头，然后用2个中括号跟减号结尾，这样子就是它整个的区块注解的写法。那首先我使用 Niagos.alias.test1 来建立一个 alias， 这个 alias 就是一个新的代名，到时候可以直接在 Niagos 的命令行直接执行，把它叫做 test1。test1 是一个函数，函数可以接参数进来，因此后面这边就有一个 args 这个变数来接所有的参数。这个脚本没有用到这个 args， 然后后面就是使用 local 来宣告一个变数，这个变数是 os.date， 就是取出目前的系统时间，后面再来建议要呈现的 MOTD 就是这个本日讯息，就是 hi， 后面再加上这个时间，后面就是使用类似阵列的写法。root 啊并没有阵列这个资料形态，它是用 table 来做操作。这个 table 的操作一样，就是用大括号，然后里面放入所有你可以使用的 font。console 或是 block 或者是 simple 或者是 3D 这些就可以变成是一个阵列。一开始大家root 啊的语法不熟悉的话，怎么来开始学习呢？当然目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透过 AI 这个 Copilot 来负责帮我们做初步的学习，所以我就使用了 MSH， 再点击它右上角的这个 Copilot， 然后输入需要的问题，我问他root 啊的 array 要如何操作，他就会做一个说明，而且还有范例，最后面他还会有可以进一步参考的网页，所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root 啊里面的 array 要怎么来操作了，乱数要怎么来操作也是透过 Copilot 找出来的，经过简单的测试就可以知道要怎么来撰写的。上面我就定义了一个 font 的 table 跟 colors 的 table， 还有 grade colors。这个 colors 呢是如果你要使用颜色的话，就直接使用这个阵列；要使用渐层的颜色，就用后面的这个颜色。因为我发现细缝值的 gradient 这个参数，它不是所有的颜色都可以使用，我就保留下来的这个最基本的几个颜色而已。下面就定义了一个格式的变数，它用来产生我们最后要执行的命令，然后双引号里面会传入一个字串当做它的讯息，后面再用 -font 来指定一个 font， 接着在 gradient 指定了2个颜色，它是一个格式，到时候我们就使用 string.format 把需要的参数一个一个的传进来，后面就是乱数的种子化起始的操作，后面就进入回圈，回圈就很简单啊 i 等于开始的数字到结尾的数字， table 的个数可以用前面加一个井号就可以求出来，然后后面就是取出它的个别的需要的内容，最后面再透过 string.format 把命令给组织起来，接着再把这个命令给印到荧幕上，再用 Niagos.exec 来执行它，这样子的执行结果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test1 的执行的结果了。在 Niagos 里面我们要载入一个外部的root 啊档案的话，要怎么来操作呢？我们先把这个程式改一下，把这个 gradient 改成 colors， 然后把这个要使用的阵列改成上面这个阵列，我们整批改掉。要把这个阵列改成下面这个阵列，全部改掉，然后再储存起来。已经在外部把这个 myTest.root 啊做了修改，在 Niagos 里面就是要使用它提供的一个叫做root 啊底线 F， 重新把它载入进来。先进入下一个资料夹，再用root 啊底线 F myTest.root 啊。它就会重新载入刚刚修改过的内容，然后接着我们一样用 test1 来执行它。各位可以看到，它这边产生出来的指令就已经变成是 -colors 的。在这边我再提醒各位几个root 啊的语法的重点。字串可以用单引号，也可以用双引号。字串的连接是使用2个点，就是点点就可以把字串给连接起来。它的变数是没有型别的，可以用 local 来做宣告。root 啊也没有阵列，但是可以用 table 来组成。井号 table 变数就可以取出这一个 table 它的个数。我们也可以用 string.format 来达成类似 C 语言里面的 printf 的格式化字串的一个操作。有了这些基本的知识，再加上Copilot， 其实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写出需要的程式。
在进入 Lua 的时候，如何来达成 MOTT 这个效果呢？一样在 Niagos.d 里面新增一个 my 底线 init.lua， 然后把所有跟起始相关的内容都给写进来。这个档名是我自己取的，你可以取任何的名称都可以。在这个档案里面定义了另外一个 alias 叫做 banner， 这个 banner 就是让它去执行你需要的 exec 的指令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边就把这个细缝子呢重新又再写了一遍，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从刚刚的测试结果里面去挑一个需要的内容，然后把它放到这个命令里面，在最后面再透过 niagos.exec banner 就可以来对它做操作了。那因此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使用 banner， 它就会出现我刚刚一进入 Niagos 的这个画面了。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使用 Niagos 来学习 Lua 程式语言的一个方法。如果各位觉得我这个方法对于学习 Lua 也非常有用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来支持我。今天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